同城真可以，旅行省到底。本节目由硬核低价藏不住的同城旅行冠名播出。推理真相大白，天猫真香，好物安排。本节目由天猫特约赞助播出。美味曲奇超好吃，有豆才豆，趣多多。本节目由趣多多曲奇行业赞助播出。遥想当年，推理狂三国3分天下。上剑大会现在开始。等一下，恐怕是开不得了。为什么？昨天晚上，少庄主已经死在了大堂里了。他是被齐德剑所杀。你说我死了？他现在是魂。您走狗！你认贼作父，背信弃义。这两个阴毒双煞，你个小人！是一个密室杀人案嘛？没错。有个神秘人拿着真正的齐德剑在鬼市出没。戌时已到，鬼市已开。哇，灯绿了，亮了。Let's go！ 阴阶半宿，来，我信恐龙。来，松松饼干，我松冰清。蹦蹦清唱，我冷霹雳。松冲蹦冲，我冲干弓，阴阶半宿，我信恐龙。是后背一麻。是不是会有东西啊？我前面那个烟是啥呀？哦，别闹，别闹！别闹啊，兄弟！船上来了，我真有啊！真来了，朋友船吗？啊！是的。我天哪！哇，完了，完了，兄弟！不是，是有人在上面滑哈。天哪，这船上是哥们儿没那么阴吧？我天哪！喂，来了！好吓人！哇，吓死我！天哪，这船上是哦，这是那个阴兵。2艘船，一个船3人。那你们仨，我们仨呗。可以啊。哎，你慢点。直接上啦！哎呀，我们去鬼市喽！喂，可以后面。你们后面。哦，对不起啊，老弟。没有。打个面光。这一打不阴吗，兄弟？你这个现在看起来不阴啊，这么好看啊！哦，这样好看。你看这灯这么大，瞬间这伦勃朗光不就起来了？哦，哦，好看，好看，好看。我最喜欢那种一半脸亮，一半脸暗的。侧光。嗯，侧光，感觉人能脸瘦一半。嗯。哎，公子，小郎君如此俊俏，穿一套红的，在晚上很容易招女鬼的。我天哪！要当新郎啦？你要当鬼新郎了？红衣服不会。正月18，黄道日，高阳美。
哦，到了哎。把你这个给我。我们终于来到了鬼市。哎，这是什么？我前面有人。哎，什么意思啊？哎呀，什么意思啊？哎呀，啊！这怎么了？哎，这怎么了？这不灯灭了？对呀。哎！阴兵介入。我们让，我们给人让路，对，让路，人家估计要上这上面。请坐。哦，仪式已成，上啊喽！别说这个！哇！哦，天哪，要带我们去哪儿？我天哪，兄弟！别搞！等一下，到了。好了，诸位，接下来就可以随我步行前往。好嘞。哦，哇，亮了，灯亮了。啊！开始了。不敢。我不敢看。诸位稍等，鬼市开始！哇哟，好热闹！诸位进入鬼市之前，不妨先看看鬼市的公告。若想打探秘闻消息，需先持鬼市录影，寻不同摊位落下鬼印，集齐4枚鬼印，可至黑塔下的卜算摊换4个情报，无印者万金不达。那我们先到每个摊位看看，他们分别是做甚的。好。来瞧一瞧，看一看啊，好运身上带，好热闹，出门都自在。各位文人墨客，过来走一走，看一看嘞！奥运3件套，包您玩的妙，妙妙妙！小小灯谜藏趣味，烫好的兽皮挡风又挡邪，上好的油纸伞，练铁练兵器儿，客官瞧瞧看一看，本店什么武器都有啊。这家是干嘛的？这卖布的是吧？卖布就不买了。各位文人墨客，过来走一走，看一看嘞！这是什么呀？灯谜铺。来看看灯谜铺，客官来猜灯谜吗？这猜中了有什么？猜中2个灯谜就可以获得盖章1枚，猜中3个就可以盖章。什么好玩意儿？我们在看灯谜。哇，猜灯谜。来玩一个灯谜，宁哥的长项猜灯谜。哦，你是谐音梗王。命中注定多管闲事，谁是谐音之王？来开猜，这个是虎马
背刀虎马，刀马蛋，刀马，刀马，什么刀马蛋，刀马，这是豹子吧？豹子，豹马，豹马，虎豹马，豹虎马，马上暴富，马上暴富。马上暴富，对了一个，马上暴富。再接再厉。五花肉进锅是什么？肉猪几块肉，6五花八门，五花肉锅，五花肉和进锅里。肉锅，回锅肉，回锅肉，对，回锅肉是对的。回锅肉是对的。回锅肉。看题看我干嘛？哎，哥们儿，你是哎我去！珠江珠望珠河猪4个字应该是什么？河猪珠墙河主沉浮，谁主沉浮？猪望隔珠望什么？望穿秋水，朱望，朱岸，回头是岸。不对，都不对。最后一个，不一定是4个字是吧？对，啊，和猪和日丽。那是几只猪啊？那是一只吗？还是2只？一只，一柱擎天。什么是猪？银眼珠，对吧？银眼珠，银眼珠，怎么对？对，银眼珠。没过河的猪，猪侠。过河猪，没过河的猪，过河猪，荷兰猪。哎呀哥，还是你呀！荷兰猪，是的，答对了3个了。我们与猪不共戴天。来，我给你们盖章吧。好，走，去那里玩吧。我有隐身卡。隐身卡可以干嘛呢？我可以隐身啊，我可以把他们东西全偷走。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草药。这没有东西。走过路过别错过，封神手艺夹馍，一口鲜香入魂。你好。哎呦，好香啊！是你做的吗？对，这是我从长安拿过来的大名鼎鼎的一口肉夹馍。哇！你们全员一口吃下肉夹馍，就可以得到一个印章。太简单了，来吧。这一小馋包，这刚长身体。好，坐，我们坐这儿。我感觉这肯定很好吃。鬼市还挺丰富哈。好，应该很好吃。相当好吃。哇！不是，我说实话，真有点大。这一口有点大。好吃吗？那我也来。好吃吗？这么简单。哇！哇，这太爽了！我们吃人东西，人家给我们钱，这什么道理？人家省一个烟。你也一个。
正好是。二位还想要录影盖章吗？当然。想要。好，那30秒还原省钱秘籍就可以得到录影盖章。好嘞，试试。好的。先找4株吧。桥在这里。对吧？哎，完成了。哦，这不是同城旅行吗？你还知道这个省钱秘籍？当然，同城旅行 APP 打尖住店都非常划算，行走江湖还得是同城旅行。是的，不仅便宜，订后还能单单返现金，省下更多银两，鱼儿同城旅行。好，给你们2位盖个章。谢谢。你们可以继续出发了。好，摊主，关键时刻还得是同城旅行。那当然，走吧。谢谢。正好是。来一来，算一算，走过路过一定要算过。来一来，算一算。哎呦，各位客官，一看你们就有很多的疑惑呀。没错。一个印章，一个问题。OK， 什么问题都可以问啊。今天晚上的凶手是谁？会不会下雨？来，今天晚上。想好再问。好，想好再问。那么就是问他，那个人是谁？他会知道吗？我觉得不要问他是谁，不可能告诉我们的。OK， 好，就问宁波微步为什么没有死，好不好？好的，可以。来，问一个问题啊。好的。宁波微步，哎呀妈，你还没听你就滑了，为什么没有死？难道你们忘了阴兵复活的传说了吗？哎呦喂，你坑我钱，所以就说完了。对，他就说你是因为阴兵复活，我就换个思路。言之有理。去哪儿了？他万一再说，难道你们不知道这最近是很蹊跷什么的，怎么不又完蛋了？那我们就打他一顿，好不好？OK， 好。他如果敢这么说，我们就打他。OK， 好。言之有理，去哪儿了？这样，你们有什么关于他相关的东西吗？你们可以描述一下。一双黑色的绣花鞋，上面有珠翠，还有一个图案。鞋垫上有一个特殊的图案，千面鹰王的标志。对，千面鹰王。问他这儿哪还有千面鹰王的标志？哪里还有千面鹰王的标志呢？千面鹰王就住在这个黑塔之上。但是。这个门口有2个守卫哦，很厉害的，一定要小心。OK， 好，怎么进？那需要客官你们的智慧和勇气了。看我非不给你一下子，你说说你真是你啥人呢你？哪里可以找到神秘人？鬼塔之上。神秘人有什么具体的形象吗？黑斗篷，他携带着启德剑，真的启德剑。我突然想起来，什么？我不是说我卖那个启德剑嘛，然后那个启德剑我是怎么拿到呢？我启德剑其实不是我铸造的，而是我有一天我在路上走，捡到的，突然看见前面有一个拿着酒葫芦、浑身酒气的神秘人。酒葫芦？那你是不是给你师傅做了个酒葫芦？对，我给我师傅做了个酒葫芦。对呀，他师傅。而且我师傅也是戴着那个黑斗篷，然后他的帽子，因为我都不知道他长什么样。OK， 但是那就说明是有可能是同一个人，有可能他是神秘人，是他给了我50把启德剑，50把，50把启德剑，让我去卖。那些剑都是真的吗？可能假的吧，假的嘛，我是低价买下来的。我们先进去吧。我先去问一下啊。我们就直接先走呗。我们先走，他们会怎么样 ？OK， 好。黑塔中地，闲人免进。他们视线那么高，我们贴着地不能进去吗？
我们是千面鹰王的孙子，千面鹰王的孙子。谁说的？你谁要当孙子？你想当孙子你当去。我们有技能卡，对不对，朋友们？隐身卡。谁有隐身卡来着？我有隐身。我有载具卡。行，那你弄一辆火车撞死他们，就是咱们就进去了。哎，载具弄个飞机，弄个飞机咱们飞上去。不用啊，直接一个大炮，嘣！载具，你我会做大炮。我有易容卡，易容卡简单了。易容卡的情况下，我就变成他们。没错，我不会踩高跷啊，哥。不是，你变成千面鹰王。不可以，因为易容卡需要你已经知道他的容貌才可以变。这样我们用那个隐身卡吧，隐身卡吧，全体隐身可以吗？那个行，我们现在隐身3分钟嘛，没问题。OK， 好，来，好，3、2、1，启用隐身卡，隐身卡。隐身步，隐身步。好，那我们走。哇塞，看不到你们了 ，Let's go！ 哎，我试一下。哎呀妈呀！哎呀！哎呀！走，我可以。走。哎，怎么突然没人了？哎，这谁的脚？哎，往下。没有脚，没有脚，没有。哎，这谁的胳膊？谁的腿？没有脚。哎，谁的腿？哎，真是奇怪。怎么这么多腿？走，下来。蹲。哪里的腿？谁的手啊？蹲下，哥。哎，怎么不见了？不见了，可能是咱看花了吧？走。等会儿，你们的屁股对着我的脸，很不文明。哎，谁的腿？又不见了。你的屁股也太大了！哎，谁撞我？哎，等一下，谁撞了我们？谁的腿？谁的腿？把门关上，门关上。今天的风这么大吗？这个标看到没有？看到了，看到了。鹰王。谁在哭？这儿，楼梯。乖，你们都安全了。刚大夫说，还好那个穿斗篷的神秘人给你们吃了解药，所以中毒不深，只要休养就能恢复了。什么休养就能恢复？应该是被溃烂的那些小孩，神秘人给他们吃了药。他是好人是吗？牢房里的小孩都救出来了吗？除了那几个断气的都救回来了，但严姐被他们抓走了。但严姐。什么？姓崔的太可恶了！可不是嘛！当初千面鹰王编出这阴兵传说以及建造鬼市，就是为了吓走推城以外的人，护着那群重要之人，也顺道给咱们这些难民、苦命人一个遮风挡雨的窝。可姓推的倒好，借着阴兵的由头害孩童。哦，借着阴兵的由头害孩童，所以那个千面鹰王是好人。千面鹰王是发起这个阴兵传说的这个人，但是呢，他这个计划被推城主给利用了，去用这个去害孩童。是啊。哎，我们那个言之有理，言之有理被他们抓走了，现在是。对，救小孩的过程中被抓走。被谁抓走了呢？但是你想想，推城主已经死了，那谁能抓言之有理？千面鹰王啊，千面鹰王说了他是好人呢，他如果想救他呢，万一他不是说他遇害了失踪，都出血了还怎么救？等等，下面好像有人。我们看看，把这个闭上。开始，快！下来人了。诶，没人吗？
刚刚应该是机关椅的声音，应该是又来新情报了。机关椅又来新情报了，这是机关椅。哦2个情报。情报1，先看1。那个手握真启德剑的斗篷人在暗中铸造假剑，扰乱视听。我们查明，他之所以能进出黑塔，皆因那位常来黑塔为孩童诊病的鬼医私交甚笃。情报2是放了一张赫赫哈嘿的照片，叫神机妙算。他说，这个卖启德剑骗子进城了，要赶出去吗？然后回复没事儿，他那些骗术不会有傻憨憨信的，不用管他。那就确定一件事儿，就是卖你假剑那个人，就是神秘人。卖给你那个假剑的人，他肯定有真剑嘛，对吧？然后呢，你那边的关键线索是穿着黑斗篷，然后那个帽子遮住脸，然后戴一个匣子玉佩，我看不到他的脸。每天晚上来教完我，天一亮就走了。OK， 那有可能就是教他的师傅和你卖给你假剑的人说的是同一个人。但是为什么要去卖假的启德剑呢？保护真的剑呗。对，混淆视听嘛。而且他跟那个医生就是私交很好，也就是说他用那个药救了小孩。哦，有个诡异憨，有卖药的吧？有，没人。这没有东西，这。我们在那儿是不是可以找到巫医，然后问他千面鹰王？没错，走，我们大摇大摆走，他们不让我们进，还不让我们出吗？有道理。让开，兄弟们！3、2、1，等等，谁让你们去的？走，快走！哪里来的这么多人？想进来难，想出去还不容易吗？快走！好，走！好，让你们进来的。好嘞，走。行，我们去找鬼医。哎，确实有人啊！来，兄弟们，哎，来人了，您好，鬼医大人，来，请坐。哎，大哥，大夫，来，我先给你们把脉吧。又要把脉，你把吧。这是一位女子的脉象。哎呦，所以你看不见是吗？我略患有眼疾。哦，很不错。以脉象上来看，这是典型的事业脑加干饭魂呐。脉象里透露出烟火之间的巧劲，可谓是3分烟火，7分聪慧。我想我面前的一定是一位钢筋铁骨般的美少女啊！钢筋铁骨般，钢筋美少女，你这么会夸我，来这儿呢，来夸我。这位施主最近要在心脏这一块多加的调理一下。真假的？据我推断，你7月份将会碰到一个使你心跳加速，看她一眼就感觉这一秒上火的女子。哎呦！上火上这么多，有点过火了吧？太准了。他一会儿说他爱你，一会儿又说他恨你，一会儿又假装不爱你，一会儿又非常的爱你。总之，这位客官心脏这一块起伏不小啊。大师，这是此劫何解？这不是一个劫，任由他去吧。哦，无解，注定要火。这个脉泡得非常不错，我就乐意看赫尔谈恋爱。大夫，我也有病，我老觉得别人喜欢我，怎么办？哦，我好好看一看。哎呦，
你这分明就是喜脉啊！又来，此喜非彼喜，我说的喜是欢喜的喜，也就是说，你这个人十分能够调动活跃周围人的气氛。哦，哎，是喜人的喜。OK。好，来，大夫，你这是诡异呀，很诡异。哎，等一下，哎，什么？我怎么号不到你的脉？什么？难道你是已死之人？奇怪，为什么已死之人能够像活人一样在此行走说话？我们还看得见他。对啊，生死乃是大病，这是一个有大病的人。你们看我这个小衣摊如此的简陋，所以还是另寻他路吧。我这里看不了。那我想问一下，你一直在救小孩这件事情是怎么回事？小孩？对。有一位手拿着启德剑的神秘人，往往通过你的关系去到了这个塔里面去救治小朋友。这个人是谁呀？你说的是一个神神秘秘的人是吗？对，很神秘。神秘人。这个神神秘秘的人最近确实总来我这里抓药，但是君子之交淡如水，我并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而且我这个人患有一些眼疾，也没有看清楚他到底长什么样子。我只记得他经常会穿着一件斗篷。前几周有一天，他最后一次来我这里抓药的时候是身中了剧毒，沁入骨髓的那一种。于是我就帮他号了脉，我发现他气数已尽，大约大去之期不远矣的那一种。所以我就问他，这么深的毒你到底是怎么种下来的？他说就是刚才提到的那些孩子。他是为了那些孩子试药，自己试出来的。哦。那些孩子因为吃了腐羹，中了剧毒，他自己又解不开，所以他就只能把自己当成是药罐子，然后一味一味的去试。于是我又问他：“你这么做到底图什么？”他说：“那些孩子是推国的未来，只要能把他们医好，即便搭上自己的这一条性命，也在所不惜了。”他还打趣地跟我说，那些药实在是太难下咽了，如果有他平日里吃的一口封神夹馍那般美味，那也在所不惜了。哦，对了，他还在我这里留下了这个木盒子。这个盒子我并没有打开过，也不知道里面到底装的是什么。各位，我觉得你们是好人，他也是一个好人，所以这个盒子就交由你们代为保管吧。好，是大门郡子。哦，救活。孟师傅，这是我师傅的，我的师傅孟叔，他酒壶破了，我还给他做了一个新酒壶，刻了一个孟字。我师傅。这个就是我的那个补药嘛，对不对？你吃过这个药？当时坠崖了嘛，二师兄俊子如玉，他总是来给我送一些补药什么的，帮助我恢复身体。特制补药可恢复内力，专解11香软筋散之毒性。我吃完这个之后，不久就恢复内力了。哦，这谁的衣服？这我的衣服。哎，你的衣服？你的衣服？这个是我那天去跟踪黑人，然后差点被发现了，然后把你救走了。他拉着我衣领把我救走了，然后就缺了一块衣服。这有个收条：钱债两清，精打细算所欠的本息，居以还清。自今而后，我等不再找他的麻烦，特此为诏，推呈钱庄。对，我问这个钱庄这个钱为什么在这个盒子里啊？就说明这个人和我们所有人都有关，他在暗中的帮助我们所有人。也就是这个所谓的孟叔吧，神秘人对你们4个都有恩，对吧？对。哦，对了，各位啊，我才想起来，他在我这里还留下了一个包裹。
这是什么？这个杆是什么？竹子吗？距离。4项秘籍。4项秘籍，武林中有4式隐秘绝学，需内力深厚才能使用。但若是4招连用，必会使出招者僵直15呼吸，是什么意思？就僵在那儿15呼吸。哦，要停止15口气儿啊！4式绝学威力极大，唯有特定招式可破解。然破解的4招彼此相克，若同时使出这4招，必遭反噬。4式绝学之一，河东喵吼，破解招式吸心大法。4式绝学之2，北冥神功，唯有蛤蟆功可破。4式绝学之3，一阳指，唯有坐享奇功可破。4式绝学之4，一字平杀，唯有就地阵法可破。4个破解招式出招顺序不同，反噬症状亦有所不同。失明、狂舞、转圈圈、内力全失、僵直、倒立。5。是不是山庄里的那几个点呢？应该是，有可能。你爸出了3招，你也出了3招，然后这3招是有留下痕迹的。不应该3个人吗？有3个人。一个凶手，一父一子啊。对啊。对啊。拿起了剑的就是凶手。起的剑，神秘人嘛，过的这些招，而且这个就是凶手留下的是吧？那过招的同时，他在哪里呢？他就躺在那儿，躺在那儿啊。他躺在那儿，然后神秘人和推庄主在那儿过招。对。我觉得是这样，是神秘人带着启德剑要杀他爸，他爸就用吸星大法把自己儿子吸过来给自己挡剑，没想到那个剑穿过了2个人。这个蛤蟆神功肯定是有的，对吧？有都有，他只是不知道顺序。对。我们赶紧回去吧，我用载具卡载我们回去好吧？好。使用载具卡，载具卡。该不会是任意门吧？这真的假的？这是我们的载具吗？哇，这是什么？任意门，走喽！哇！真的到了！回来了！一下走回来了！哇哦！一下就清晰了。这是最后一个落点的功。对。啊，这就在这儿完成那个吸的。我觉得我们可以通过死者这位置可以反推一下。好。吸星大法的步数是什么？向东走4步。东在哪儿？这个房间是坐西向东啊，所以说它这个吸星大法向东走，咱们就往东的背后走，往后退。4步，4步。1步，2步，3步，3步，4步。好，这个位置 OK， 是蛤蟆功。看一眼蛤蟆功啊，起始蛤蟆功，留下一个掌印，跳5步半有余的距离，后继续成蛤蟆状。蛤蟆是前后都有个蛤蟆印。对，那就是在那儿，就从这儿跳了嘛。我们找一个组合，最后2个功是蛤蟆功跟吸星大法，那就是坐享奇功，然后就地阵法，然后蛤蟆功，然后吸星大法的啊。那就第一个在这儿嘛，那就坐享奇功嘛。这2个圆袋是 PP 袋那个 PP， 对，就地阵法是这个，运起内力走3步发功，发功时方圆1寸内万物俱碎，然后运起内力走4步半不足。那这里往这儿退4步半，应该就是这个呀，对吧？对。
他先走3步，到这儿震完了之后，到4步，然后震完打完了之后，蛤蟆功要到这儿，然后吸又吸到这儿来，对，然后最后2个抱在一起擦。没错，没错。你从这儿量一下3步，来，1、3，到不了4，这是4，这要4步，4步半。1、2，哎，这是3步，正好3步。这到那儿是4步半。没错。最后一个吸星大法是定死了，对不对？对。所以我们就这样倒推答案嘛。这吸星大法为最后的只有3个，4个，5哇5个。我们吸星配就地阵法呢？就地阵法走得过去吗？吸星可以配阵法，可以的，可以的。我们还一下，我们从头还原呗。我们还原从头，坐享其成，坐享其成第一个嘛，对吧？来，屁股用力阵地，发功留下印记，然后运功起，走3步。走3步，1、2、3，走到这个走到这儿。哦，对，坐享其成完了是那个蛤蟆功，又传到这儿，绝对是对的。蛤蟆功完了就地阵法，先走3步发功，3步到不了，绝对到不了。1、2、3，这得有3步半。那这个3步哪来的呢？但是它这个附近没有三步的，这个有啊，这个就是正好3步啊，这里到这里是3步。坐享其成不可能到那儿啊，也到不了这儿啊，只能到这儿。是不是还落了什么？有没有落什么？运起内力走3步发功，发功时方圆1寸内万物俱碎，然后运起内力走4步半不服。就地阵法是先3步再4步半是吧？对，我们就从这个推，我们以这个为定点。OK， 我在这儿把这个震碎了，那我在这儿震碎之前我是走了3步，对，是吧？那哪个点可以让我3步到？只有这个点，只有这个点吗？只有这一个点可以到3步。对。那如果假设这个是就地阵法初始点，3步走到这儿，趟一震，4步半我可以走到哪个点？那儿。这儿。那我们假设那个点是，好，就是4步半，怕我走到这儿，这儿那个放屁的那个是要走几步？放屁崩地的是3步，这儿到这儿，在这儿我就可以直接吸了呀。蛤蟆功直接跳过来啊，跳过来震这个啊。所以蛤蟆功是第一个。对啊，你听懂了吗？哎，踏蛤蟆功，跳到这儿，走到这儿震4步，走到这儿放了个屁，再走到这儿3步，然后再打。哦，对，再走到这儿。对。那就蛤蟆功第一呗，对吧？僵直时呼吸。等一下，这个秘籍前面写了一句话，我们刚才没有说到啊。说武林中有4个隐秘绝学，需内力深厚才能使用。但是，如果4招连用的话，出招者必会僵直15呼吸。打个比方，我在这用的，我俩是面对面的。对，你站在这儿，脚在这儿。最后一招是这样的，一接，然后咱俩同时僵直了。但他醒的比你更快。他醒的比我更快。你是15呼吸，我是15呼吸，所以这是什么情况？侠义山庄的庄主昨天晚上在侠义山庄死了，而且他的伤口上面还有银色的标记，这代表了什么？银色的标记。左胸膛心脏的位置。哎，银色。你的右肩膀有没有伤口？有。我知道，
他这边有伤，就证明他俩僵直，刚好要走这捅过来，然后捅到他的手。你看那个伤口对不对嘛？对啊，一个正面，一个背面。哦，你的意思是一剑刺穿两个人？嗯，当然。我俩这样，然后剑是第三个人一剑刺穿2个人。对啊。我是凶手。对。你们俩都僵着，凶手我俩这个时候都僵着，因为凶手根本就不用会武功或者什么。刺穿我，然后你躺下，我趴在这儿，他进来看到我趴在这儿。对。是吧？所以是宁波微步跟推装组对打，我觉得是这样的。但是宁波微步不是被打晕了吗？我就跟推手下一起追他了，但是我们的轻功呢就没那么强，没有追上。再次见到他们俩的时候，这时候宁波微步已经被打晕了。黑衣人扛着宁波微步进到了侠义山庄里，在进入庄子之前，其实我们看到了庄主。启德剑，休手我！他就一起进去了。哦，宁波微步假装被打晕了，他实则是跟凶手一起钓鱼执法。这是你跟凶手的局。哦，有可能。不，我觉得那就是这样的，就是有人。你们4个人当中有人跟宁波微步串通说，咱俩要把推庄主杀了。是的。然后宁说 OK， 结果其实这个人要杀我和推庄主2个人，他将计就计，利用了我，然后一剑刺穿我俩，然后我趴在这儿死掉。不，凶手不会要杀你，只不过是无奈之举，有可能那个时候他必须连你一起杀。假设我是我拿到这个秘籍，我一直叫你什么？宁走狗，我一直恨你，我怎么可能跟你说你想不想抓对不对？我们俩怎么可能合作呢？一定是我一直非常恨你，我突然有一天知道 ，what？ 你在帮我，原来你是好人，你是不是好人？我发现了，你说对，我是好人，我无意中得到这个秘籍，我说交给你，你去帮我杀他，我们俩一起合作。再次见到他们俩的时候，这时候宁波微步已经被打晕了。黑衣人扛着宁波微步进到了侠义山庄里。我突然想到一个点你说，我在看到宁被黑衣人背在肩膀上了，但是宁是趴在那儿的，所以他背的时候我是没有看见宁的脸的。这是一个疑点，而且还有一个点是，我在第2次看到他的时候，我明确的听到了晚上11点的打更声。子时是不是？对。晚上11点打更那不对啊！晚上11点打更的时候，我在我的店里，我也是，同时看到了跑堂和我的厨娘，还有我的客人。哦，那这就很蹊跷了。没有追上，再次见到他们俩的时候，黑衣人扛着宁波微步，我在我的店里，我也是。不是我是在11点听到打更声的同时看到了他们背在身上。对啊，我们都在。但是你11点之前有一段时间，可能是5分钟，可能是10分钟，我是没有看见他的，没有看见他们2个的。就是你先看到一段打了之后，中间有他们消失了。那说明是什么呢？稍等。干嘛？不，稍等。干嘛？我们刚刚早上一直在说那个东西是用来纵轻功的。对。这个东西为什么会出现在这儿？大厅里面为什么会有蹴鞠和竹简？所以他背的时候，我是没有看见宁的脸的。11点之前有一段时间，可能是5分钟，可能是10分钟，我是没有看见他的，没有看见他们2个的。因为这是脑袋。
这个是不是那个尸体啊？哦，所以这就是那个假人。哦，你说这个是竹简是作为假人用的是吧？假人对。我知道了。那个时候您穿上了黑衣人的斗篷，身上背一个用这些竹简和粗菌伪造的假人，所以他跟凶手里应外合。没错，让那个凶手在这里做制造一个不在场的证明。我想说的就是这个，有可能换身，有可能是身上背了个根本不是人。哦，对，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引他爸爸进来，他的目标就是他爸爸，就是为了就是杀他们。义父啊，义父对。现在有一个问题，凶手是如何从这个房间走的？这是一个最大的问题。对。凶手就是两种，一个是这里从清宫出去，另外一种就是从密室的那个什么后门嘛。这样，我们看看这个院子里还有啥东西，好不好？我觉得肯定是有一些线索什么的。哎，等一下，这什么东西啊？哎，这脏衣篓。哎，这就是这套衣服，是我那天晚上看见的宁波微步穿的衣服。看一下外边的道吧。哎，等一下。哦。那就证明了一件事儿，这个窗户并没有走过人，因为燕子窝还在上面。这个窗户是往外推还是可以？它只能往外推。那往外推，这个都会掉下来啊。对，就会变成全部是没有东西的，所以一定是没有出过人的。对，那么他就是从密室走的嘛。哦，对吧？他还知道密室，所以他就撞了花瓶。他还知道花瓶。他是我们先看一下衣服，多看一看。哦，有写有带写的。他是完全贯穿哎，他是贯穿。等会儿这个贯穿了吗？这个衣服都穿了，且黑色里衣上有银色的那个痕迹，那就证明这个确实是我的。这有个收据啊，今日客官置买黑色里衣2套，这个就证明了刚才他说的那个理论是对的。就是一开始是凶手本人经过拐角处，他准备另外一个假人也好扛在身上，就是宁波微步来做的这件事儿。他跟凶手已经勾搭好了。OK， 那么如此的话呢，我给关上了。哎，等一下，在外面关的吗？我就在这儿拧了，就是逆时针就是关，顺时针就是开啊，顺时针就会开的。No。哦，只能在里边关吗？只能在里边关。哦，只能在这儿关。哦。Wait， 关得了吗？关不了。逆时针。OK， 这就改变一切了。对。那谁帮他关的？所以现在就是一个问题，如果刚才说了，我们现在敢确定他没有从那儿走，对不对？对。这儿也走不了。新的问题产生了，凶手是如何从这个房间走的？燕子窝还在上面，只能在里边关。凶手根本就没有进来，那怎么杀的呢？他没有进来怎么杀的呢？您扛着假人进来了，啪一扔，他爸爸进来了，做了一系列的功，大家要僵持着。你们4个其中之一在背后一刀直接捅在这儿，不进门能杀。哦，所以他必须杀您。对。这儿有。哦，这确实有剑痕。牛！哇，就是这样。
非常合理啊，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会死在这儿了。没错，所以凶手是连招数都告诉他了，从哪儿埋伏，这所有的计划都已经设定好了，因为他已经演练过了。没错，这招到这儿，再到这儿，再到这儿，最后俩人一定站在门口，然后于是他跑过来，不需要开门，不需要进去，在这儿杀，之后把剑拔了就走。对，拔了就走，因为我看到是他们已经躺在这儿，这样的话他就不需要进来了，所以不存在密室，也不存在那个窗户。OK， 那现在就已经确定了杀人手法和顺序了。我觉得清晰了。我们后边需要再细聊一聊的就是11点打更声，我们都分别在干嘛？对，走吧。好，走吧。上微博，进入开始推理吧话题页，一起揭开副本真相。这是审讯的位置是吧？来啊，你什么意思啊？坐。审我干嘛呀？我这么清白。啊，这个应该有个灯这样照着。对。小凶手，真不凶手，我要凶手就好。小凶手，拿出真凭实据来，今天不玩压力测试，赶紧给我做好。太紧张。小凶手，小凶手，不是我。我觉得凶手应该跟宁波微步是认识的。不是。我们都认识他呀。我跟他们不认识，我是一个比较干净的姑。这么着急辩解做什么？啊？好，我们刚刚从那边带回来这个盒子，这个盒子上面这个字儿，为什么他要抹掉？对，这一定是个细节。所以我刚刚在想一个问题啊，二哥叫做君子什么？君子如玉，有没有可能大哥以前不叫宁缺，不是宁缺毋滥？我是宁缺毋滥。宁波微步。因为大哥以前也可能叫做君子如宁微步，有可能，所以我们可以来问问这个传君子如玉。来坐，请坐，请坐，宝座在这儿。你们那边是不是有个什么菌子贝啊？什么君子贝？这个盒是你的吗？啥盒？先坐，先坐。身上有东西吗？好吧。这样，我们搜身。我们先把身搜了。有东西吗？自己拿出来。有东西啊，肯定是有东西的。拿呀，在哪里？快点。胸口有什么？啊，你等会儿，别让我你别这么粗鲁哈。还不这么粗鲁？胸口有心脏，有个爱心。这什么？大人。这又啥意思啊？越过我，跟你的帮凶一起。哎，什么？我在银杏谷很想你。银杏谷是？现在你不是搜到一个了吗？已经。一个哪个？你还要什么？哎，不是，你让我自己来，我自己来。他还有，我说嘛，你看看，我看，来大人。哎，没人理他。他们是在旁边，你是越过我。攻守之心，昭然若揭，居心叵测呀，小杀手。大人，我冤枉了。这有封信啊，师傅，逆徒无用，来陪你喝壶酒都得偷偷的。我知道你想我，明天我就要来见你了。当年你骗我带启德剑离开推城，历练了1个月，等我回来，师傅死了，师弟丢了，门派没了。
我刚藏好剑，就被推庄主抓去了侠义山庄。我想要不拼了吧，反正我最后一个家也没了。我杀几个赚几个，可是你那张脸立刻出现在我脑袋里，你又念叨了“侠为天下先，侠为苍生延”。我师父一直教导我说：“侠为天下先，侠为苍生延。”侠为天下先，侠为苍生延。徒儿，你的侠道要你自己去找。师父，你真的很烦，我都准备去死了，你还跟我说这些什么侠道？可是那一瞬间，我竟然真的找到了。死了容易，但我要活着做更多的事儿。于是我跪了，我当着山庄所有的人给他下跪，喊他义父。当年师父死后，我回到推城想找你们，看到你被推庄主带到侠义山庄，我在墙外偷看，想伺机救你，没想到你喊了一声爹，拜推庄主做义父。但我要活着做更多的事儿。于是我跪了，我当着山庄所有的人给他下跪，喊他义父。我想，自此后，狗贼欺我，同门恨我，侠是破，百姓骂我，没关系，毁誉由人，是非在己。我的道就是要去最暗处点灯，为了推城的黑夜不那么长，我可以跪着活。后来我发现跪着真的可以做很多事儿，我可以大量造假剑，找人售卖，让狗贼至今找不到启德剑的蛛丝马迹，可以在他要我杀正义的江湖侠士时，暗中送他们出城，取信物护命，可以狠心与小师弟绝交。再找到那瓶被狗贼用完的11香软筋散，研制出解药，偷送给小师弟。我吃完这个之后，不久就恢复内力了。可以帮好善乐施的客栈老板娘还债，钱债两清，精打细算所欠的本息居已还清。自今而后，我等不再找他的麻烦，特此为诏，推城钱庄。可以招摇地骚扰他，希望他能够离开推城保平安。我少庄主要走的人，没有留下来。你是要自己走，还是要卷着棺材走？可以救下舍身救人却差点被恶人逮住的小厨娘。这个是我那天去跟踪黑人，然后差点被发现了，然后他拉着我衣领把我救走了。他救了我。可以换个身份，教热血正义的少年郎习武寻道。我的师父1年前他突然出现，教我武功，他总是在晚上出现，所以我尊称他为梦叔。他教的吗？再销毁。等他学有所成，再销毁这个没有价值的身份。再后来，我发现有些事儿跪着也做不到了。孩子们吃的我吃遍了，毒也试遍了，药也试遍了。那些孩子因为吃了虎羹中了剧毒，他自己又解不开，所以他就只能把自己当成是药罐子，然后一味一味的去试。那最后一次来我这里抓药的时候，是身中了剧毒，技术已尽，大约大去之期不远矣的那种。你是试毒人，我还是找不到救孩子的法子。我知这人间尚有我未尽之事，但我真的没时间了。长夜太长了，我该用我的残躯去点灯了。我找到了一本秘籍，有了能杀狗贼之法。正苦于需要帮手，帮手便出现了。谁？推门 online 提醒您，本案为双凶，请找出宁波微步的帮凶，投出你认为正确的凶手组合。还有双凶？双凶就是宁波微步和另外一个人搭档去杀推帮嘛。我是明凶手。OK。
这心为什么会在你身上？这个？昨天晚上我给师傅上坟，发现那个坟的那个土啊，有新土。有人来过，被人刨过。师傅被人刨坟了。不是，他那个土有松动。然后我就看看那个土为什么会被人动过。然后所以说这封信呢是宁波微部讲写给师傅的。埋在那个土下，然后被我给挖出来，所以师傅没收到，我收到了。所以你今天为什么骂我认贼作父啊？我在保护你，因为当我知道你是卧底的时候，我不知道他们是什么身份。那这个是什么？这个是我跟言之有理的定情信物。我俩在那个银杏谷那个银杏树下面约会，有一个那个我们这养了一棵树，是我们俩爱情的这个见证。好，然后所以在昨天晚上他出发来这个霞夷山庄之前，我就给了他一个护身符，然后同时我随时的把这个定情信物带在我自己身上。OK， 随身携带。这盒子是我给你的那个护身符，给我的护身符。我走之前，我给你了一个护身符，这个盒子就是装那个护身符的。但现在这盒子里面装的是什么，我不知道。那这个你给来的时候，这有这个被划掉的东西吗？我不知道谁划掉了。为什么要划掉呢？哦，我知道了，就是大哥自己想隐藏自己的身份，所以就想让大家以为这个就是俊子的盒子，所以把赠字儿给划掉了嘛，就这么简单。如果只划赠，我们就会猜后面那个字可能是赠，然后把如玉什么一起划掉了。没错，没错。OK， 那说一下你昨天晚上的时间线。你说你昨天晚上跟严小姐约会的时间是几点？夜里子时11点。打更点。就是那一点我们都在嘛。我们都在的时候。我觉得他应该不会跟宁波微部联合。他是有嫌疑的，而且11点的不在场证明，目前在场上已知都是没有效的。我有嫌疑啊。对啊，不然你坐这儿干啥呢？没事儿，11点之后呢？待了多久我记不清了，是。你们那个银杏谷在哪儿啊？就在推城的附近，就是不在这一片，在外边。对，子时我跟言之有理一直在一起。所以他赶过来，可能时间什么的。是这样的，我觉得刚才我为什么问他时间线，是因为他的嫌疑非常大，因为他捡到了这封信，所以他知道我是好人。不对，哥，如果他捡到这封信，因为信里面已经写了你跟凶手联合了，对吧？对呀。所以他捡到这封信，他就肯定不是凶手，对吧？所以他完全排除了。哦，对，这是把结果都写了，他完全排除了。对对对，我是好人，好人不配坐在那儿，出去。好，你走吧，走吧，走吧。这封信我觉得非常重要，你们都该跟我道歉。啊？来，哥哥坐在这儿，依次过来道歉吧。不要忘了，你们可是指着我的鼻子说了我一天呢。如此心长白眼狼。哥，你要知道，道歉都是没有用的。对，但是我就喜欢这种虚假的东西。来，第一个精打细算，站出来。如果我可以跟他当面对质，我一定要跟这个大好人说一声：大哥，我错怪你，我来给你做个落鱼嘛。好嘞，行了，那我接受你的道歉了。下一位是谁呢？小少侠。到底谁无耻？现在？我无耻。谁走狗？我走狗。我是能了。师傅，师傅。原来我是你师傅。原来我是那个小人。你呢？我叫的是大白眼狼。现在看来，我是白眼狼。其实从前我一直都相信着，自从他出了这遭事儿之后呢，我一直都觉得，哎呀，其实我内心存善，我存了一丝这个善念，我相信，当年那个拯救我于那个山崖之中的哥哥，他不会这样的，他一定不会这样的。哎，不，我突然想到一件事儿，
你那个娃娃上面不是贴了2层嘛？一层是小白眼狼和大白眼狼。对。你为什么会选择叠在一起贴？是你捅了它之后，你觉得自己太过于白眼狼？你也太牵强了吧！我的妈呀，这哪牵强？这哪真不觉得牵强。我做那个娃娃的时候，我离这一整道事都早呢。我天，那张贴纸是重新贴上去的。谁告诉你是重新贴上去？因为有2层贴在一起。那你怎么知道那是什么时候贴上去？我只是个猜测。你凭什么这么猜测？因为我觉得这很合理。因为有一个逻辑是，你们4个人有一个已经知道他是好人了，你们捅完那一击之后，心里面没有愧疚的吗？那么我就顺你的逻辑往下推，我啪把他捅死之后，我回来我说，哎，万一有人发不现这件事怎么办？哎呀，我把这个东西很隐晦的贴上去吧。我傻吗？这是一种情绪，没有逻辑东西，情绪东西是不讲逻辑的。我非常的伤感，我非常的难过，我捅了我最挚爱的，我捅了一个帮助我很大的人，我回去看到了一个娃娃，我以前叫他白眼狼，我这时候我心里非常非常的愧疚，所以贴了一个小白眼狼上去。是这样的，我跟你说。赫在我眼中，他是一个极其聪明、极其每次提的观点非常准确的，但刚才这个确实有点离谱。你说是不是？你还在这儿？我真的想认真在听。刚才那个确实有点离谱。听到他读这封信的时候，我听着他深沉的声音，念着自己这些年自己独自走过的事情，我其实心里颇有感慨。我在旁边几度就是说哽咽。其实我非常的感动。我也非常的想很真诚的和我的大师兄，当年拯救我的这名大师兄说对不起。好，到你了，小厨娘。我也是一时被蒙蔽了双眼，没有想到先生如此大义。然后呢，我替城中的百姓谢谢，为我今天那个破口大骂道歉。对，然后感谢你救我之恩。行吧，那我接受各位的道歉。那你现在如果谁有良心，今天谁是这个凶手，马上站出来，还算有点良心。真的，我觉得这个凶手如果到现在气氛都烘托到这儿了，还不出来自首，真是狗。他还坐在那儿，你看我们都站起来了，他如果最后是我的话，你们指错了。那刚才那一段你也得给我道歉。咱们每个嫌疑人再盘一下，11点之后那段时间在干什么？杀人凶手一定他的目的是要做不在场证明。对，那他11点之后做的那些事儿，一定是会有一点点违背他平常经常会做的事儿的。首先一个，我的嫌疑就洗清啦。因为我每天的子时都会在柜台面前算账，但是那天晚上你们每个人出现的都非常的让我意外。哦，为什么？你们不经常出现的，因为那天我在算账的时候呢，柯就来买东西，买酒吧。对，但他就还好，因为客人嘛。但是那天我就觉得很奇怪，就是厨娘怎么也突然从厨房里面出来了。对。而且还是子时出去的，对，就是出来了，我就觉得好奇怪。结果呢，丁天立地也来了，我也觉得，哎，怎么今天晚上都来了？他出来干嘛了？我是这偷喝生子酒啊。所以如果他们要利用不在场证明，很有可能用我来做这个不在场证明。可以说他嫌疑最小吗？是。首先，这个人就是他要在23点之前子时出现，就是要加深大家的印象，做不在场证明。当然。那么我从23点的时候，因为本来要做那个党建大会嘛，我就早早的那个把食材熬上了，然后我就进厨房。然后在进厨房之前，我看到了你在给他打酒，然后他是还不在，是你走了之后我才。对，你还不在，然后呢，我就进厨房之后，我出来之后，你就匆匆忙忙撞了一下我。我觉得撞了一下我，然后让我看到他，引起我的注意，然后子时那个刚好打，然后我就对他印象很深刻。
那这个时间，你也很可疑啊，就是叫我去替你打酒，也有可能是让我对。如果没错的话，我应该是第一个到店里的，对不对？我买酒的时候，我忽然就碰到了厨娘，对，第二个厨娘来的时候还给我打了声招呼。她给我上完酒，厨娘到之前，子时的钟就已经打响了。他是踩着子时点出去的人，我是进来的人。这个踩点，其实在我看来就已经能够说明一些事情了。就是如果说这个凶手他是要来这个酒馆制造一个不在场证明的情况下，他又知道那边在发生如此激烈的东西，因为他一定要赶回去卡上两个人僵直的这个时间节点，对不对？他就没有办法在这个酒馆逗留那么久，所以我才会觉得这个就是快去快来，或者说离此时这个点踩得越死的这个人，我觉得他的嫌疑会更加大一点。如果按照时间线，按照那个凶手一定要急切的赶到下一个案发，就是下一个行凶点去行凶的这个逻辑的话，在我这儿肯定是洋洋得意。洋洋得意，没错，是这个点。我觉得除了这个还得说一说这个师傅陪了你多久，或者是给你做了多少好事儿。小丁的意思是，就是情感浓度的问题。这个师傅在你们4个人的心目当中有多么深的情感？他们俩都很亲啊，一个是师兄弟，对吧？对，同门师兄弟，一个是师傅。但是他同时接近了你啊。是一面之缘，我看不见你的脸，所以我对你另外一个身份完全不知道。那不对啊。对啊，因为我也不知道他的脸，我只知道他是穿着斗篷和那个。不是，就是你以前是不是他们的师兄师傅？不是，他虽然是我师傅，但我不知道他是谁。丁有一个是什么呢？他不知道你是师傅，可是他看见宁波微步有可能突然有一些做了这个动作，他想起来曾经我的师傅是这样的，他就会认出你是他的师傅。我觉得如果是一个叫动机圈的交集，那就是谁容易发现宁波微步是好人，一定是很熟的，通过某种细节观察到。师傅或者师兄，我知道你是好人，那么这个嫌疑就是你们俩2选1比较大。你这逻辑很对，这个逻辑很正确，对吧？我一定要去调查，所以他们俩都有很强的动机去调查你到底是谁。探索欲。他对你没有探索欲，就是一个坏人，纯坏人。对我无所谓。金说的很有道理，这也是一个思路，就是说。谁对于他的真正的身份会有比较强的探索欲？谁会这么急切的去揭露他真正的身份？谁会最有可能去知道他原来是个好人？动机去调查，对的。我只举例子，他对于他的印象只是一个非常就是没有爱心的、比较残暴的人。他对于他来说是救命恩人。是的，这么好的一个人。他就会好奇，为什么他变了？对，他会不会有隐情？一调查，有这个动机去调查你。明白。我已经完全锁胸了。投嘛，来。但是你们出于道义，你们应该投我吗？应该投。我为了法律的正义。我从推探莫名其妙变成凶手了。你这个属于英雄行为，我们现在在找英雄，找2个大英雄。明白。投吧。我跟你说，今天你要是投错了啊，真的啊。你投谁？你先跟我说。我不能告诉你。为什么？不是你投谁？还不让抄答案？不能抄。来吧，我可以先投。我今天锁定的2位凶手是宁和丁。首先，宁哥就毋庸置疑了嘛，一定是本案的主谋。投丁的原因呢，是因为在我的那个视角里面，我觉得他确实也是非常着急的去进行一个进出的动线的一个人。我觉得这也是他想要制造不在场证明非常重要的一个点。所以我最后的这一票呢，会投给这2位。我今天投的是。我的投票是，因为他们2个是师徒关系，我觉得他们关系会更加亲密，会更加懂彼此，所以我投了小丁跟宁哥。我最后投的是
宁波微步、柯州球剑，因为柯是最先回来的，因为他要先回来制造一个不在场证明，然后再走，所以我投了他。还有因为他情感浓度嘛。因为在下是今天整个计划的策划者，我把这一票投给了我自己，还有。旅行不用推理，同城省到心里。接下来进入同城旅行真相揭晓时刻。就是你啊！在今天的案件中，嫌疑人有宁波微步、精打细算、顶天立地、柯州求剑、洋洋得意、君子如玉。经过推理，共有2个票型。2个票型。完了。你是不是跟他老相好？你们俩，你是坏人。第1个票型是。完了。宁波微步。顶天立地，你投的，输透了，完了。第2个票型是宁波微步，柯州求剑。哦，肯定你投的嘛？肯定我投的，肯定是你投的。还有我，没事。你是假装失忆啊？没有，我是真的失忆了。是你啊。获得最多票数的是哪个票型呢？球一定是你，球一定是你个坏人！还在演，还在给我演，兄弟，还在演。获得最多的就是宁波微步。顶天立地 ，nice， 不是你吗？拿下了，耶！啊！他们就是真的真凶组合吗？什么耶？你们俩，哇！我宣布，本次案件锁凶。失败，成功。失败，还是正确呢？没有，就是失败，失败了。失败了，啥意思？我知道失败了。来，真正的凶手就是宁波微步。啊！真正的凶手就是宁波微步。真的假的？真凶都傻了，真凶都傻了。柯州求剑。nice， 我选对了，我也选对了。哈哈，哎，没输过。我是吧，赢的真的好爽，哇！哈哈哈哈！这局赢的好爽啊，弟弟！哎呀，2打，咱俩组队就没输过。是的。丁和宁，宁和柯，选柯是因为他会有比较强的个人主观的想法去了解到宁这个人确实是他以前的救命恩人，而且他是个好人，他想去了解他。一方面也是我会觉得他如果是凶手，捅完宁之后他会有一点愧疚感，就是说自己是小白眼狼嘛。还有一种可能是小白眼狼、大白眼狼这个称呼会比较关系会比较近一点，希望没有选错。我把这一票投给了我自己，还有丁，因为大家可能都会怀疑他吧，所以为了自己的胜利，对不起了小丁，只能冤枉你喽。恭喜2位获得本案的金钥匙，金钥匙会在第7案结束后，游戏大厅统一发放。nice， 很明显是他呀。我们俩能不能共同？我们俩的脑子
每个人得半个。那就是多亏了你呗，还有你。多亏君也，多亏超越。你是不是就是因为他那句我突然撞了他？对啊。你投的谁啊？我投的他。你呢？他。不是啊。其实，在我们出去的时候，他突然拍了我一下，看了我一眼衣服。我们出去的时候去哪儿？从哪儿出去？我们去鬼市之前。还有脱了，红本儿。当时我不明白什么意思，但是当我看到那份收据以后，我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哎，你不是盯紧他吗？我没盯紧他，我一直盯紧着他，不知道为什么。其实我是真的失忆了，各位。我知道，我只能说，甘拜下风啊！没有，承让。这一季你不得了啊！我现在我就想问刘宇宁有多少把金钥匙？目前我对好像他是第一，现在。我本来可以。其实今天我想帮好人赢的。你为什么不帮好人赢啊？要崛起啊！说实话吧，我都不想说你了，真的。我的视角，我3选1，我怎么选？你们听一下关键证据，非常有意思。我知道在哪里，这个已经很接近了。啥呀？本案错过的关键性证据，剑匣里有银色的痕迹和血迹。剑啊，我一直在那。证明他将真正的齐德剑放进了自己的剑匣。没找到吧？啊！但我记得谁有问过？我在那儿，我去那儿玩，他说你别玩。我在那儿玩每把剑，我就是想看他到底有没有那个。对呀。不要去玩我的剑了，我想看看里面有没有把齐德剑。有没有把齐德剑？你就差一点，你就差一点。差一点，擦肩而过，宝贝儿，宝贝儿，真没吧？惜败。哦，我们总结一下疑点吧，朋友们。第一，我是如何复活的？没错，为什么你没有脉搏？难道你们忘了阴兵复活的传说了吗？没有，那个算卦的人说了，说你复活没有有可能跟阴兵传说是有关的。哦，对，阴兵复活。哦，有这个可能。所以你就是真的阴兵。别搞了！这林正英的那个什么吧。阴的没边儿了。那个不是假的吗？这个传说到底是怎么来的？然后那些当年是怎么输的？不是，是那个千面鹰王制造出来的谣言吗？不是，这个千面鹰王是谁？我们还不知道。对。推庄主说，我这个药是那个恩主给我的，在一个恩主处得一秘药，能让腐坏食材看似新鲜。你说这些话，我就想着金钥匙，金钥匙第一，金钥匙。对，那个就是推庄主的金钥匙是恩主给他的，还有那个叫做你的好朋友，言之有理。他现在在哪儿了？不知道。你是赢了呀，你分析的头头是道。哦，各位，各位，姐，你我要被你吓死。各位大侠，推庄主死的事儿已经被捅进了朝廷，推丞相正在抵达这里的路上了。啊，这么严重？等他到了之后，
推城的大小事务都会被他接管。推丞相，他死定了，他死定了。谁来谁死。如今时局动荡，各位大侠最近还是安分点，尽量不要多走动了。哦，对了，这个东西是有人交代了，让我把它转交给坐在这个位置上的人。哦，应该就是您了吧？凭什么说他是你？他是杀人凶手。告辞。好嘞。令人不齿。等一下。又等一下。我杀的是恶人，朋友们，他该死不该死，你就说。而且我替你还了账，老妹。他已经为金钥匙冲昏头脑了。我救了你一命，我帮你解毒，咱俩一块儿杀的。是我帮你，但是就是各论各的，你要感谢我。哎，大白眼狼，小白眼狼，徒弟，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懂不懂？大爸，还有这个城市的小朋友们也要谢谢我。对，没错。虽然现在我不记得了，但是我愿意享受这份荣誉。为什么呢？因为这上面写着，谢谢你。推城被救的孩子们送给我的哦，因为我帮他们去试毒，反复就要吃，看看这里面是什么。我来，一个是肉夹馍。干个馍，明天我们去解决更多的疑点。对，加油！干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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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微博参与开始推理吧话题讨论，解锁独家副本花絮，探索游戏隐藏设定。上微博参与开始推理吧观后感话题讨论，分享推门游戏攻略，赢福利。这些年，宁波微步被说作败类走狗，但是他从来没有为自己辩解过一句，在最暗的角落里做最亮的事儿。长夜太长了，我该用我的残躯去点灯了。真正的勇敢，也可以是被全世界误解之后，依然守住心底的那份善良。我恨了您那么久，最后发现帮我还债、护我平安的全是他。流言蜚语传久了，就成了真相。但时间会证明，坚守本心的人不需要任何人的答案，他自己就是答案。我一定要跟这个大好人说一声，大哥，我错怪你。我天天想当大侠，结果教我武功的孟叔就是你。是吗？大侠不是高手榜第1，是在你不知道的夜里偷偷教你功夫，一声不吭走掉的人。功名会散，但侠义会在人心里长出来。我对他非常的恨，也非常的敬。发现他是卧底之后呢，我才知道他一个人扛住了太多，所以最后一程我陪他走。侠之大义，从不是高处受人敬仰，是跪在泥里，依然愿意为这座城点一盏灯。我扎稻草人咒他的时候，不知道他就是那个拿命誓要救孩子的人。这些孩子是推国的未来，我这条命若能换他们活着，值了。别急着恨一个人，真相会迟到，但不会缺席。我替城中的百姓谢谢。这一案中的死者推庄主，他为了成就自己一代大侠的名号，打着慈善的幌子，害了推城的穷苦小孩。真正的侠义不应该是居高临下的施舍，更不应该利用和消费受助者的绝望和无助。5日前呢，咱们几个破案有功，于是接管推城的这个推丞相邀请我们今日去醉仙楼赴宴。推丞相到，聊聊正事儿吧。你们当中有人从5年前苟活到了现在，难道你们不该死吗？他怎么死了？来人啊！来人啊！嘴唇是黑的，脸也腐烂了。我已经所修，凌波微步。谦恭天下第一人，你看看你那个嘴脸。告诉各位一个秘密，我想起来了。隆冬白骨无人收。我们4人当中有一个人是李国人，在非常小的时候就送到我们推国来当探子。这个卑鄙小人就是你，最好解释一下。百姓是无辜的呀！你不是百姓，你是探子。我非常非常恨他。我曾经尝试过杀你2次，我要杀了他。完了，天了！
那个人在我心里面，他跟黄日瑶是一对的。隆冬枪，启德舰在手，阴兵已有，攻占推城。他要一统三国，他想上，他要做唯一的君主，借推理两国的力量灭掉黄国。他的目的是让这两边乱起来。我们都是他的棋子。啊！第12鸟，鹬蚌相争，渔翁得利嘛。难道你就是这个狼子野心的？有点东西。现在有大批的阴兵即将袭来，只有隆冬军能够抵挡他们。隆冬军不是只有残部了吗？那我们都喝了隆冬军的药。对，就是那。止戈墨染，苍生血，挥棍只为护长宁。我们是本案的2名凶手，宁波微部。柯州求见，为了救下推城的孩子，阻止恶人继续作恶，也为了给师傅报仇，我们联合作案，杀死了推庄主。师傅，师兄，我们殊途同归，我们师徒同归。这样，我们一人用自己的来一个，比如说我是宁波微部，我叮咚咚，柯州求见我耶，精打细算，快你做快你！我顶天立地，我听听看。我这好弄，哼哼哼嘿哼嘿哼。妹妹你做枕头，哥哥我做船头啊！哇哦！喝的呢？来，想喝什么？姐姐，你能给我倒满一点吗？多吃菜，自己管自己哈。摁了3个。最会找饭的就是他，有钱就可以吃饭，没钱的话你就要求有钱的人给你买饭吃。那不是张口就来吗？求求你了，想吃。这左上是谁？哇，这个身材这么好。我想声明一点，我们是很熟，我们几个人是好朋友，但从来没有这么熟过。这第一个，他真为艺术献过身。是我吗？我有这个造型啊。那么这一张是来到了我觉得就是目前为止最难的一张了。我看到一个搓衣板，就。正片 SVIP 每周3、周4 12点更新 ，VIP 次日12点更新，会员抢先看1周。每周2、12点副本解锁中，提前解锁角色高能时刻。每周4、12点副本存档中，一起还原案件真相。每周5、12点推门万事屋加更开推团的日常，推门居民幕后采访，了解更多玩家幕后精彩瞬间。每周6、12点推门玩家彩蛋，捕捉玩家更多精彩时刻。每周日12点推门花絮连看，持续解锁正片之外的隐藏惊喜。每周日、周一预告抢先看，更有推门补给站、推门直播大赏。本周日掉落，全员开启干饭唠嗑模式。同城真可以，旅行省到底。本节目由硬核低价藏不住的同城旅行冠名播出。推理真相大白，天猫真香好物安排。本节目由天猫特约赞助播出。美味曲奇超好吃，有豆才豆，趣多多。本节目由趣多多曲奇行业赞助播出。Nano 开推联名周边，腾讯视频 Goods 商城热售中，快来抢购吧！到腾讯视频打开开始推理吧第4季，找到播放框下一起玩，加入在线锁凶游戏，变身推探，与推团同步破案，赢取金钥匙。夜色习惯演绎，推是新鲜密距离，人云晃的音序，暗潮无声才有意。风声起，脚步急，乱世曾经隐隐去，真相隐无声的夜里无痕迹。秘密心藏着爱，建立着大局，残气继续。上微博参与开始推理吧话题讨论，分享你的闯关思路。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独家中文百科合作平台百度百科。上百度搜索开始推理吧，精彩内容尽在百度百科。上新浪新闻客户端搜开始推理吧，看节目更多精彩内容。界面新闻与美好价值创造者同行。感谢丽丽城传媒、腾讯视频 TV 版、极光 TV 同步播出，大屏观看更畅快。关注腾讯视频 SVIP 微信公众号，获取更多追剧资讯，领取 SVIP 优惠。搜开推4特惠开会员，抢先开推，更可解锁精品花絮。Jump 来了，腾讯视频会员新品，年轻人的专属。